上一期中说到，罗杰海贼团历经艰难险阻，终于到达了最终之地拉夫德鲁，成为800年中第一个到达此地的人，被世人誉为海贼王，坐拥财富、名声、势力。然而，罗杰的船员到达拉夫德鲁后，居然全员大笑，好像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没人知道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。罗杰一行人回到了红发和巴基所在的小镇，红发和巴基两人兴奋地来到港口迎接。接着，罗杰和红发说了几句话，红发突然泪流不止，抓住罗杰的衣襟大哭起来。海贼王的诞生轰动了全世界，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，人们大肆宣扬罗杰的壮举，海贼们也躁动起来，围攻罗杰海贼团来抢夺宝藏。罗杰对这一切很满意，一个命不久矣的人能做到这些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罗杰将所有人召集到一起，向船员们表达了谢意。接着他郑重地宣布，罗杰海贼团就此解散。大秘宝我们发现的太早了，几年之后一定会有人超越我们。罗杰回忆起在渔人岛的时候听见的那个声音，那是海王类们在窃窃私语的声音。他们说他们的王将要诞生，遥远的那片海还有另一个王要诞生。两王再次相遇的那天，鲸鱼都会欢呼。他们一直在等待那一天。一个王距离出生有10年，一个王距离长大有15年。罗杰认定这个声音所说的一定就是真相，有什么人要出生了，是将来要超越他们的人。最后的告别宴会开始了，罗杰举起酒杯，豪爽的大笑，催促船员将海贼船开到了没有海军的地方，自己一定要第一个下船。罗杰告诉玉田，自己离开后还要最后见白胡子一眼，需不需要把乙藏送回和之国。玉田摇摇头，那家伙已经融入了白胡子海贼团了，请转告他照顾好白吉、白胡子老爹。海贼团送罗杰回到东海，罗杰对资格最老的冥王雷利说了几句话，背着一大兜子的药物转身走下海贼船。船员们哭声一片，因为这一别真的就是一辈子了。罗杰的病已经到了晚期，但是男人的离别应该没有眼泪，海贼王的船员不会流泪。告别了罗杰，雷利率领船员们送玉田回到了和之国。在海滩上，玉田和大家挥手告别，笑中带泪。玉田乐观地想，反正我也不是去赴死，将来有机会还会和大家见面的。他想不到自己和罗杰一样，这一别再也没有机会和伙伴们相见。和之国花之都，天月石带着儿子女儿前来迎接玉田。玉田看着自己的家人们，喜极而泣。姐妹们一行人也赶来迎接玉田，但是这次不同于之前，他们没有快乐喜悦，跪地行礼，全员冷漠地看着玉田，欢迎回来，靠不住大人。上司玉田决绝地离去，让姐妹们等人依然耿耿于怀。回到酒里，村民们对玉田出奇的热情，玉田大感意外，自己对国家和酒里的百姓不管不顾，这些年为什么大家依然对自己如此的热情拥戴？姐妹们和看侍郎告诉玉田，这些都应该感谢石夫人。病好之后，石夫人融入群众，每天都去城里帮人们做事儿，从不摆大明弃子的架势，和大家一起挥汗如雨的劳动，并且和百姓们讲述玉田的事迹。现在玉田一家子都是酒里大受欢迎的人物。提起玉田，百姓们都不断的夸赞，不知不觉黑粉们的声音逐渐消失，也没人再斥责玉田的不负责任。玉田感激地看向夫人，深深地表达了谢意。石夫人摇摇头，因为大家喜欢玉田，所以才会对他拥戴。众人向玉田城走去，玉田发现传次郎和阿修罗童子都不在。猫腹蛇告诉他，阿修罗童子去做山贼和黑道的老大了，为了防止他们捣乱，用这种方法压制他们。而传次郎每次出入城内，忙着借钱和换钱。玉田看着远处黑烟滚滚的工厂，家人和属下们褴褛的衣服，再结合传次郎和阿修罗童子各自的任务，深感情况大为不妙。回到玉田城，姐妹们向玉田报告了这些年来和之国的没落惨状。本来玉田离开后，姐妹们等人在百姓们的帮助下，将酒里治理的尚且可以。后来光月寿喜烧去世，和之国完全落在了大蛇的手中。姐妹们讲完事情的经过后，玉田懵了，嘀咕道：听完来龙去脉，我都混乱了。为什么父亲光月寿喜烧会推荐大蛇做代理将军？还有，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弟弟了？我只不过是看在老康的面子上借他一点钱而已，到现在他1分钱也没还我，这个欠钱不还的人渣。姐妹们讲完了玉田离开的这些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后，玉田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大蛇是和之国最臭名昭著的黑炭家族的后裔，黑炭家与光月家有着很深的仇恨。如今
大蛇却代替自己做上了和之国的将军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和之国现在工厂林立，各乡都有武器工厂和监管劳工的打手，各乡的男人被将军大蛇强制要求做苦力，赚着微不足道的薪水。因为有强的像怪物一样的凯多做大蛇的靠山，和之国的武士百姓们不敢反抗大蛇，只能对他言听计从。大蛇借此胡作非为。半年前，在武器工厂中拒绝劳动的男人及其家人被大蛇当众处刑，警卫们等人忍受不了大蛇的恶行，怒上心头，带刀冲进花之都。大蛇同一时间则安排凯多的部下冲进了九里，入侵玉田城。玉田的继承人光月桃之助被大蛇盯上，留在城内的何松和犬兰将敌人击退。石夫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，被箭射中大腿，受了重伤。玉田越听越愤怒，拉开石夫人的裙摆一看，一道很深的疤痕留在大腿上。玉田怒火攻心，咬牙切齿地站起身就要去干架。石夫人恳求玉田不要冲动，如果因为这件事冲动的话，一定会遭到敌人的报复。玉田霸气地说道：“阿石，看来你没有听过我以前的事迹呀。”石夫人一脸迷茫地看着玉田。警卫们在一边解释道：“玉田大人从小就是花之都的混世大魔王，喝酒打架几乎没人能敌。大蛇惹上玉田，可以说是自己把自己的路走绝了。”玉田抓起自己的2把战刀，沉喝一声：“保护好我的老婆孩子，保护好九里，老子这就去砍了大蛇这个狗日的！”雷藏等人赶忙劝阻玉田冷静。大蛇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如果贸然去找大蛇算账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变数。玉田因为极度仇恨，双眼通红，他直接提着刀从玉田城跳了出去，以极快的速度奔向花之都的大蛇城。我不懂太复杂的事情，但我所理解的现状就是和之国被一个蠢货篡权了。弱小的蠢货借助强大海贼的力量，利用外界无法干涉的锁国制度，正打算把这个国家变成地狱。玉田带着满身的杀气冲向花之都，而此时大蛇还在把酒言欢，左拥右抱。玉田跑了一夜，终于看到了花之都的都城。属下们发现玉田之后，立即向大蛇拨通了加急通话，而大蛇还沉浸在美女们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。玉田冲进花之都，沿路的国民们看到玉田后，发出一片片的欢呼声。人们高声呼喊：“玉田大人回来了，正统的将军继承人回来了，大蛇的统治就要结束了。”大蛇城前面，一大群武士守在这里阻拦玉田。玉田双刀飞起，一顿猛砍后，将武士们全部砍翻在地，自己毫发无损。玉田喘了几口粗气，提刀走进了大蛇城。此时，大蛇才接听到属下的电话。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玉田已经提着双刀站到了他的面前。等一下！大蛇吓得浑身发抖。玉田怒吼一声，大蛇差一点尿了裤子。这就是英雄和狗熊的区别。玉田杀气全开，慢慢走向大蛇。这种如同巨人压顶一般的压迫感，没等玉田动手，大蛇已经快要窒息了。等一下，玉田，如果你杀了我，凯多是不会罢休的。好好想想，这个国家会怎么样？哦，杀了你再想。玉田举起战刀，腾空跃起，大蛇吓得四体横流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玉田跳到大蛇上方，瞄准大蛇的脑袋，将2把战刀挥下，看我取你狗命！大蛇！大蛇这个怂包哇哇大叫，身上流满了不知道是眼泪还是尿液还是什么液的各种液体。玉田用力砍了下去，结果砰的一声，手中没有传来武士刀砍下脑袋的熟悉快感，而是刀剑砍中硬物的挫手感。玉田定睛一看，在大蛇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保护罩，这保护罩坚硬无比，玉田猛砍几刀都无法将其破坏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蛇的身边坐着一个老头，是之前一直在弹琵琶的神秘老头。此人举起的手势看起来分外眼熟，没错，这就是平壤果实固有的防御手势。老头黑炭禅丸是平壤果实的上一任继承者，即便有平壤相隔，玉田伤不到大蛇半分。但是玉田的杀气和自身所带的霸王之气，已经把大蛇吓破了胆。大蛇尖叫不止，都不敢看一眼站在面前的光月玉田。屏障其道理，便为旁人无从接近之。你的强大毫无意义，玉田。老太婆黑炭木禅也缓缓走出来，两人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在这个国家被称为妖术师，是辅佐大蛇的护国果实。大蛇擦了擦眼泪，流着鼻涕，露出得意的笑。玉田，如果凭着怒气和暴力就能解决问题的话，其他乡的大名们早就动手了，没人能杀我。玉田愤怒地提刀猛砍，大蛇吓得浑身颤抖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的父亲推荐你成为和之国将军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把将军之位让出来。虽然我无意身居高位，但是比起你，我能将国家治理得更好。大蛇哆哆嗦嗦地爬起身，哈哈大笑，因为推举他成为将军的根本不是玉田的父亲寿喜烧，
而是模仿果实能力者黑炭木蝉，利用果实能力变成寿喜烧的样子，欺骗了全国，让大蛇轻松篡位。至于寿喜烧怎么样，到底是不是病死的，没人知道。大蛇嘿嘿一笑，缓缓将真相告诉了玉田。大蛇城外面，和着国的百姓涌在这里，因为他们听说光叶家族的正统继承人玉田大人回来了。人们翘首以盼，仰望城堡，为光叶家的归来而沸腾不已。这时，从暗处飞出数支毒箭，射中了2个人，他们剧烈吐血，双目失明。民众四下逃散，躲进房子里。花之都的上空逐渐被阴霾笼罩，一条青蓝色巨龙出现在了都城的上面。人们依然对玉田抱着希望，相信他一定会拯救这个国家。出海数年，与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海贼并肩作战，变强数倍，几乎天下无敌的光叶玉田，在大蛇城内与大蛇密谈后，不但没有成为人们所期盼的救世主，反而脱光了衣服，在大蛇城前跳起了丑陋的舞蹈，洋相百出。大蛇与凯多的手下们放声大笑，丢下一些小钱打赏玉田。这个高大的男人羡慕地捡起小钱，傻笑着离去。从此之后，玉田就像疯了一样，每周都会出现在花之都一次，在城堡前做滑稽的舞蹈表演，讨来一点小钱。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晴天还是雪天，玉田都坚持不懈。和之国正统继承人光叶玉田归来，是整个国家最后的希望。然而，玉田就辜负了众人的期望，人们倍感失望。最后，这种失望变成怒火，编写辱骂玉田的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，将玉田的名字贬低得一文不值。玉田的家臣们早就忍不下去了，他们再三恳求玉田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出来，大蛇到底和他说了什么，让他变成这般模样？不管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大家一起解决就好了。玉田则冷漠地回应说道：“没为什么，每周跳舞拿赏钱，这是我的工作呀。”玉田在花之都的怪异行为传到了九里，本来爱戴玉田的九里百姓对他也十分厌烦，对他百般羞辱，但玉田都毫不在意。1年之后，玉田从大蛇那里得到了海外的报纸，他从报纸上得知了一条震撼的消息：他的老船长罗杰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，在东海的罗格镇被公开处刑。得知这一消息的玉田，那一天在九里的海滩上疯狂奔跑，哭完了笑，笑完了哭，近乎癫狂。东海罗格镇，罗杰被带着枷锁，毅然决然地登上处刑台，眼中没有一丝丝恐惧。等在处刑现场的那些未来的大人物有多弗朗明哥、小丑巴基、月光莫利亚、鹰眼、红发、克洛克达尔、龙。罗杰淡定地坐在处刑台上，嘿嘿一笑：“赶快解决完事吧。”刽子手将处刑用的长刀架在罗杰面前，罗杰则面带笑容，从容地看着鸦雀无声的人群。突然，人群里有人喊道：“海贼王，大秘宝你拿到了吧？你搜过来的财宝到底藏在哪里了 ？One Piece 真的存在吗？”罗杰仰天大笑，接着他说出了那句震撼全世界的话：“想要我的财宝吗？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，去找吧。我把所有的财宝都放在了那里 ，One Piece 是存在的。”距今24年前，全世界都在为科尔蒂罗杰的处刑而沸腾。为了得到罗杰的财宝，形形色色的人开始扬帆出海。罗杰死前的一番话拉开了大海贼时代的序幕。玉田双眼饱含热泪，他向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大吼一声：“罗杰，你真是了不起的海贼，这真是一段了不起的人生啊！”我是谢文军，咱们下期见。